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彩虹蛋糕失踪案。咚咚咚，清晨，糕点师熊先生急匆匆地敲响了侦探吉吉的家门。吉吉，不好了，我精心准备的彩虹蛋糕不见了，那可是森林派对的特别甜点啊！侦探吉吉眼神一亮，语气坚定，别担心，熊先生，我们一定能找到蛋糕。先带我去看看案发现场吧。他们来到蛋糕房，吉吉弯下身子仔细观察，地上清晰地留着一串脚印，旁边还有几根棕色的毛发，会不会是小老鼠干的？熊先生猜测。吉吉摇摇头，不对，小老鼠的脚印比这小得多，而且这些毛发也不像老鼠的。顺着脚印，他们来到开满鲜花的草地，玫瑰花瓣散落一地，其中几片花瓣上竟然沾着彩虹色的奶油。没错，蛋糕肯定从这里经过。吉吉兴奋地说。突然，熊先生指着远处喊道：快看，那边有东西在闪。吉吉飞快地跑过去，发现几张彩色的包装纸，这正是彩虹蛋糕的包装。熊先生确认道。吉吉点点头，看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真相了。他们继续追查，来到小河边，发现了一些湿漉漉的脚印。有人带着蛋糕渡过了河吗？熊先生疑惑。沿着河岸寻找，他们终于发现了一艘小船，船里留有彩色的奶油痕迹，岸上也延伸着一连串脚印。吉吉沉思片刻，忽然笑了，我知道小偷是谁了，快跟我来。他们顺着河划船来到对岸，果然在狐狸丽丽的家门口找到了答案。丽丽看到他们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身旁桌子上正放着吃剩的彩虹蛋糕。对不起，狐狸丽丽低下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实在太想尝尝这彩虹蛋糕了。熊先生严肃地提醒丽丽，喜欢蛋糕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但偷东西可不行，大家一起分享才是最快乐的。狐狸丽丽惭愧极了，不停点头。最后，大家把剩下的彩虹蛋糕带回了派对现场。虽然蛋糕变小了，但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快乐一点儿也没有减少。从那以后，狐狸丽丽再也不偷东西了，还经常帮熊先生一起做蛋糕，成了最好的小帮手。小朋友们，侦探吉吉是靠细心观察和推理才找到真相的。你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像吉吉一样，当一个小小侦探，说不定也能发现许多有趣的秘密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